觉得这个时候这个突然的这个弊案被这个揭发，我认为不是那么简单。对，那现在就变成是不是？那么泽伦斯基要引咎辞职，或者说呢，他被迫辞职，我觉得都有可能发生。当然，他如果辞职下来，新的领导人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西方国家比较愿意见到的领导人。因为现在如果再让泽伦斯这种主战派的人永远打下去的话，那又打不赢，又节节败退的话。哈尔科夫也被拿下来，第聂伯河西岸的部分也被占下来的话，我觉得西方尤其欧洲国家的话会震动。最近在俄乌的前线啊，不是用僵持这2个字可以形容哈，而是前线不但崩溃，后方也出现了腐败，政局动摇。最新的就是俄罗斯呢，他们一次出动430架的无人机，大规模的夜袭基辅，甚至有无人机直接冲入这个公寓大楼啊，造成了至少6人死亡。但是呢，在前线的部分呢，红军城的战线现在被大家所关注，就是会不会被攻陷？因为呢，之前我们也讨论到说有被渗透，那现在俄罗斯的军队呢，从北从南两面推进，用口袋战术。乌军在城内完全被封锁，基辅市长也亲口承认说，目前危急状态到必须把征兵的年龄下修到22岁，代表连大学生都必须要上战场了。好，那现在在乌军缺兵溃败的同时啊，俄罗斯现在还有一支秘密猎杀部队，叫做 Rubicon 啊，这个他们是认为说是个王牌啊，因为他们专门追杀乌克兰的无人机操作员。所以他们任务很明确，就是锁定无人机的操作员，而不是无人机的这个设备。因为操作员被击杀的话，无人机就战力归零。所以呢，乌军现在最依赖的侦察跟精准火力啊，就直接被干掉了。那现在呢，俄军的攻击模式转而像在雾天突袭，还有无人机饱和跟压制火炮3合1的战术。乌克兰的第68旅也坦诚说，根本没有办法用侦察影像确认战场的情况，而俄方的无人机跟飞弹也开始针对基辅的关键设施展开一连串的攻击。所以有一个关键点，大家一直在讨论的就是红军城啊，现在会不会失守啊？是不是进入倒数计时？那也让人关注的是，万一红军城一旦失守的话，会不会就是兵败如山倒，变成了一个骨牌效应？庄老师怎么看？如果综合国际媒体的报道来看，的确，红军城已经进入最后的倒数计时了。那台湾媒体有几家跟执政党路线比较接近，偶尔还会放送一些对乌军有利的正面消息之外，其他都是一面倒哈。不过我们特别介绍一下红军城哈。台湾媒体有会把它介绍成波克。这个罗夫斯克，那是乌克兰的翻译。对，那因为这个地方是当年是2战的时候哈，苏联红军对抗纳粹德国的一个战场，所以2战结束之后把它命名为红军村。1962年又改名叫红军城。那后来这个地方又划归乌克兰，但因为为了类似台湾转型正义嘛，要清除共党当年的威权啊，所以要把它改成叫波克罗夫斯克，一个当地的一个。崇拜圣母的一个教堂的名字哈，但因为台湾的媒体用2个名字都用，造成一些混淆。那么这个地方呢，我查过了，只有30平方公里，人口6万，但却是呢一个顿巴斯的一个重要门户哈。那它在这个当地是一个交通节点，也是一个后勤的枢纽。特别是泽连斯基呢，曾经多次前往这个地方来宣慰乌军，还这边打卡拍照，所以象征意义很大。那刚刚主任也提到所谓的无人机猎杀部队。我们如果看新闻片段可以看到，那些过去的无人机猎杀是无人机猎杀无人机，用自爆或是射击的方式把无人机搞垮。那现在只是猎杀操作员，因为再怎么猎还是要有人操作。你可以看到俄罗斯的这个猎杀无人机的那些无人机哈，它本身有非常长的天线，可以侦测到电子讯号，然后对操作员产生攻击，所以战果非常显著，让这个乌克兰增援一波一波又被打退。当然特别提到，如果这个地方沦陷哈，会不会造成骨牌效应？坦白讲，因为乌克兰有足够的战略纵深，而且在红军城周遭也有层层的阵地防守，是不可能长驱直入，这个一马平川，马上攻下乌克兰大片土地。但是有政治的意义。第一点，因为俄罗斯毕竟被制裁了几千项嘛，那如果说能够拿下红军城，这个意义就代表我还是一尾活龙，我还有足够的实力，对于
国内的宣传很有帮助。是对乌克兰来讲会很大的压力，因为这是一个重镇已经丢失了，对民心士气会很大的打击。对于美国跟欧洲列强来讲，会是一记当头棒喝，因为他们全力支援的红军城，最后还是沦为俄罗斯的这个囊中物，所以政治意义会大于军事的意义。对，外界现在普遍的看法就是只是时间问题啊，就是说但是在战场我们看到是有猛烈的炮火，可是，在乌克兰你说后方呢却是有不断的失火啊？怎么说？因为呢，像是刚刚提到说，像基辅市长说呢，现在征兵的年龄必须往下修啊，连22岁可能都必须达到征兵的标准。那前线呢经不起长期的消耗，现在就是没有兵了，那怎么办呢？只能把这个征兵的年龄往下一直调整。另外就是说，为什么是说后方失火？是因为最近传出了贪腐事件。这个泽连斯基呢最信任的2位官员啊，司法部长跟能源部长，在这个时候传出重大的贪污案，涉案的金额高达了30亿台币啊，折合台币是30亿这么多。而且2个人现在据传是这个报道说呢是潜逃到海外去。原本呢这个打这场战争已经非常艰难了，但现在呢又传出这个重大弊案。所以这2天也看到欧洲有很多国家领导人也纷纷希望泽连斯基能够向外界说明，第一个后续的处置，第二个呢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啊？但也有一说是怎么会这么巧啊？在这个时候呢，是不是背后有一种力量是要来推倒这个泽连斯基啊？这个部分我想先请教大使的看法。对这个时间上是我一看了我也觉得很怀疑，因为这个案子已经调查1年半了。那这个案子的调查机构，它是这个反贪腐的机构，它是一个独立机构，而且有2个独立机构，它不是泽伦斯基政府所能管辖的，所以是独立调查。那这个案子查了1年半，突然在这个时候那么破案，然后金额非常的大，而且我觉得泽伦斯基这个直指泽伦斯基，为什么？首要嫌犯是泽伦斯基的亲信，而且是他从政以前的生意伙伴。那个泽伦斯基他在这个没有当总统从政前，他是影艺界人士嘛，所以他这个首要嫌犯是他以前跟他成立这个影视公司的负责人，对，是他的生意上最密切的。那矛头就很清楚了。对，所以基本上就变成现在这个泽伦斯基应该是深陷一次政治的这个一次这个所谓的一个大地震的前夕啦。那为什么这个时机？那就不晓得，因为你要知道，就川普总统来讲的话，泽伦斯基是很不合作的一个总统。一定要坚持要打，一定要坚持啊！打到现在，红军城也快垮了。对不对？那斯拉夫扬斯克现在也岌岌可危。那么刚刚我看那个俄罗斯的卫星通讯社，他说他们在扎波罗热又攻下一个村庄，所以就变成就是说现在军事岌岌可危。你如果这个连续的话，现在固有的防线都被攻破的话，那这个战争的话，那就可能就变成不是西方国家所愿意看到了。对，那就变成你这样输战就输了啊。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这个突然的这个弊案被这个揭发，那么我认为不是那么简单。对，那现在就变成是不是？那么泽伦斯基要引咎辞职，或者说呢，他被迫辞职，那我觉得都有可能发生。那当然，他如果辞职下来，新的领导人的话。那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西方国家比较愿意见到的领导人，因为现在如果再让泽伦斯这种主战派的人永远打下去的话，那又打不赢，又节节败退的话，那么哈尔科夫也被拿下来，然后这个第聂伯河西岸的部分也被占下来的话，那这个我觉得西方尤其欧洲国家的话会震动。那如果弹劾的话，现在看起来的话，那普丁当时要讲的就是说，他要整个顿内刺客。那看起来条件还比这个俄军再继续往西打是比较好的。所以照大使所说，不管是弹劾也好，辞职也好，泽伦斯基有可能下来吗？我从早就说，泽伦斯基有2个选择，一个是继续打，
尤其是欧洲国家在背后还支持他，所以这部分我跟大使有点不同意见嘛。我觉得到目前为止，主要西欧国家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还是愿意继续支持，所以他们需要泽伦斯基在这个位置上面，所以希望他继续啊。对，那美国川普态度是非常明确，他觉得Zelensky 该接受将来部分国土是由俄军继续占领，这是川普的和平方案、停火的方案就是这样。但是目前 Zelensky 不接受，所以 Zelensky 有2个选择：继续打或者下台，因为不会办选举。只要他们继续在这个戒严的状态当中，不会办选举。所以 Zelensky 有一个选择：主动下台，那让下一个总统决定接受川普的条件。但是如果继续打的话，对于整个战局是没有办法扭转的，因为现在整个我们讲说已经很久没有，对啊，是不可能整个逆转了嘛，绝对不可能了嘛。所以那你说他现在要处理说包括贪腐的，我刚刚讲说是不是背后有一种力量？其实在这时候是创造一个他正好可以下来的一个时机。背后的力量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内部有人认为我们该弹劾，就是乌克兰内部，就是由内发动的。对，那另外一种可能是美国了，因为我真的认为西欧国家还是很支持 Zelensky 继续打，对，所以两种可能是内部或美国。美国的几率比较高吗？我没有下到消息，我怎么知道？现在陷入焦灼状态的俄乌战争，目前最新的态势是乌克兰死守了1年3个月的红军城啊，这个据点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讨论过非常多次。而现在呢，这几天传出说要陷落了吗？怎么说啊？因为根据《纽约时报》最新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现在大约有200名的俄军，他们透过渗透的方式渗入了红军城的市区，也使得乌俄两军在红军城爆发激烈的巷战。但根据基辅独立报报道说，进到红军城这个渗透的俄军啊，不止200人啊，这其实已经超过了乌军有8倍之多。红军城的防御现在变得岌岌可危，而乌克兰第25空降旅也表示，虽然乌军的防御每天可以打死大概50到100名左右的俄军，现在他们算了一下，乌军对俄军的伤亡比啊是呈现1比10，说乌军有优势啊，也就是说呢，1名阵亡的乌军能够换10名阵亡的俄军。但是俄军现在3面包围了红军城，而且利用各种弹药来打击这个补给路线。乌军的士兵也得冒着炮火，还有无人机步行10多英里啊，才能够到达城内的阵地。所以现在说，俄军是以超过乌军8倍的军力，而且再加上有渗透进去的俄军的军人。好，但是乌军现在的防御呢，他们不断对外界讲说，我一个乌克兰士兵可以换10个俄罗斯的士兵。好，但是乌军跟俄军现在都在抢的这个红军城，到底能够守，或者是会失掉，它的关键在哪里？委员，您觉得？去年8月哦，俄军就开始打红军城，然后普丁前阵子啊，就大概是上个礼拜特别讲说，哎，记者们你们要去，红军城已经被我们打下来了，对，你们要不然记者们可以去看看。其实还没有打下来，可是这是时间的问题了。大家都在做宣传。对，战争哦，有时候就是很简单的一个算术的问题。你看，刚刚讲这个人员的问题，乌军的防御大概有1比10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可是俄国有去年的这个数字有1亿4千多万人，你现在这个乌克兰只有3700多万人，这个兵源就差了很多。第二个讲土地面积，所以这是算术问题。俄国有1710万平方公里，你乌克兰只有60万平方公里，何况你还有1/4，60万里面你还要把1/4要拿出来，因为已经被俄军给占领了。是，所以你去看两边，就假设两边的火力一样旺盛的话，你俄军每一个平方公里可以承受的炮弹的那个压力的程度远低于乌克兰嘛，因为乌克兰小嘛。对。第三个问题就是工业化的问题，俄国的工业化的程度其实是比乌克兰还强，没有错。在苏联的时代，乌克兰是它的一个国防的重镇。你看很多的这个重要的军事的装备都在乌克兰生产的，
可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在哪里？第一个，乌克兰这个脱离了这个就独立了以后，很长的时间经济很糟糕，所以很多工厂都是被破坏得很厉害的啦，有的东西农脉被卖掉了。然后这个最重要的是战争被俄国摧毁了很多国防的重要的一些的建设。对，第四个其实要讲一个问题，就是意志力。你看普丁这种意志力，打仗是真的是意志力很重要。美国打越战，你就要再打1年，他也撑得下去，因为他的总兵力几十万人在那里，怎么打不下去？问题是没有意志力打了嘛？战争总统也没有意志力打，尼克森更想急着把它结束掉。好，阿富汗也是一样啊，阿富汗的敌人力量更小，可是为什么俄军打完10年就走，美国打完20年就走？为什么？就意志力没有了。对。可是人家普丁打乌克兰是打得很辛苦了，就乌克兰士兵很勇敢啊，打得非常漂亮。问题是你总体资源就不如人家嘛，人口面积、工业化能力，然后这个武器俄国自己可以生产，你乌克兰武器要靠人家生产，美国生产完要渡过大西洋，然后进了波兰，然后转送给你，其他欧洲国家送来了也是很辛苦。所以你乌克兰你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一个交战国，那你总体资源又不如俄国，那普丁想赢的那个心又这么坚决，所以这个红军城被打下来是时间的问题，时间早晚。而且刚才委员特别提到说，两军在战场上面对战的时候，其实作战意志很重要啊。不过从兵力上面，双方的这个悬殊比例来看的话，俄军也换得起哈，就是就算我10个人换你1个人的话，我也换得起啊。现在就是看到这个战争呢陷入到焦灼，所以呢，原先这个信誓旦旦说他这个上任就能够搞定俄乌战争，立刻让双方停火的川普，现在当然他的说法也改变了哈。这个11月8号他正式表示，他说他已经暂停和俄罗斯总统普丁在匈牙利说要约会面，主要的原因呢在于俄方还没有展现停战。不要说停战了，现在连停火的诚意可能都没有啊。但川普也表示说，如果普丁真心想达成和平协议，希望未来还是能够和普丁在匈牙利来进行会谈。我另一方面也看到在北约这边呢，德国联合作战司令叫索尔夫兰，他就警告，他说要小心俄罗斯的普丁因为呢，普丁现在手握150万名地面部队，还拥有足够的主力战车，具备随时对北约领土发动小规模区域限定的能力不要轻忽，而且不要是小看了俄罗斯对欧洲、对北约的威胁。每日电讯报也报道说，普丁还打算跟委内瑞拉总统来合作，部署这个极音速飞弹基地，要直接威胁美国东南部，牵制美国对乌克兰战场和欧洲防线的注意力。因为你后门失火的话，你当然无暇顾我们欧洲了。好，现在德国警告说，普丁是有能力的对北约要发动有限战争但是这个局势呢，大家也会很好奇，因为北约向来是共同防御。如果包括最近看到拉脱维亚甚至呢派出了无人机，因为他们非常的担心尤其波罗的海的3个国家，拉脱维亚其中之一他们就派出了无人机来负责防空。所以 Russ 因为我们讲到了北约共同防御，就算是发动有限战争，但是不也启动了北约的共同防御了吗？如果俄罗斯真的入侵北约国家的话，就动用条约。虽然很多人认为川普对这些条约，不管是北约、美国跟日本、南韩、菲律宾的防御条约，川普有质疑，就造成所谓的一美论了。但是川普这次回来指证，其实他的不管是他的言辞或他的动作，或战争部长 Hegseth 的动作，那明显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是很支持这些条约了。那虽然川普从早就呼吁美国的这些安全伙伴都要提升国防预算，但是这个也不等同川普不会履约了。所以今年已经有很多次北约秘书长去白宫跟川普见面，对，看起来他们都谈得很融洽，很合得来。他这个北约秘书长也没有公开批评说川普不支持北约等等了。所以目前从美国川普政府的动作来看，还是对这些条约是参与的意愿、支持等等，都是我觉得是相当正常。对，所以我要问的就是，因为我们常常在讲说，
你要评估的是能力跟意图这两个因素啊。能力的部分，像德国这边警告说，有能力，就算进行一个小规模的有限战争，俄罗斯是有能力的。那意图呢，犯得着吗？我认为北约国家他们是看俄罗斯军事能力，觉得是非常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危险嘛。对。但是他们真的认为俄罗斯即将会入侵吗？就是向北约国家动手，我觉得他们这些北约国家也知道可能性不大，但是还是要做好准备，还是要先提出警告。当然，因为他们要提升他们的国防投资啊，那也是需要不管是国会议员、一般民众、选民、媒体等等，都需要整个国家的支持，对不对？所以他们就最近就是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不管是左派、右派政治人物，大部分的欧洲国家的政治人物都是有这个态度、这个想法。我们要提升国防预算，美国也很支持啊。但是美国也没有推出，比如说什么联合军事演习等等，不管是拜登或川普都有参与了。OK， 所以那你怎么看？刚刚也提到《每日电讯报》这个报道，就是在美国的后院，跟委内瑞拉合作，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如果俄罗斯跟Venezuela 提升双边的国防方面的合作，比如说军事演习之类的，或有访问团等等，这个不意外。但是俄罗斯真的会部署飞弹在 Venezuela， 我觉得可能性不大。第一是预算的考量，第二这些飞弹他们需要在乌克兰战场使用，怎么会把这个重要的资源原理放在 Venezuela， 可能性真的是不大。而且还有呢，其实马杜罗政权是非常不稳定，那或许会讲得住。但是不排除会有政变的情况。那如果他真的被逼下台的话，那俄罗斯怎么办呢？我们飞弹在那边，所以我觉得可能性真的是不大的。所以你看到，在这个竞争非常激烈的态势之下，现在尤其讲到地缘战略啊，这个尤其西方媒体常常会，不管是空穴来风，或者说他们觉得很紧张，都会先用一则报道来告诉大家有这样的可能。但是我觉得你讲到一个重点，虽然最近几个礼拜有什么样的新闻，比如说川普说那我目前不去匈牙利跟普京见面，然后有这个俄罗斯会不会在 Venezuela 部署飞弹等等，各式各样的相关新闻。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重点是到目前为止是没有变，川普希望两方乌克兰跟俄罗斯是达成停火协定，而且川普看是什么样的条件之下可以停火，他的想法是完全是没有任何变化，就是说他认为乌克兰要接受将来部分的国家领土还是有俄罗斯占领了。是，那这个川普有这个态度，这个立场完全是没有变，所以他还是会不是向俄罗斯施压的对象还是乌克兰。对，你讲到有一个重点，最近大家有没有观察到？其实讲到了俄乌停火也好，或是未来的中战也好，其实在这一次的 APEC， 习近平跟川普两人也谈到了俄乌啊。那川普呢协调了这么多次，你可以发现说，他也可能意识到了美国单靠一己之力是没有办法让俄罗斯停下来，但需不需要中国大陆在旁边来实力一下？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最近是会见了俄罗斯的总理叫米舒斯金。目的呢是要升级中俄双方的合作。那俄罗斯的财长呢也表示说，俄中两国呢基本上已经脱离了西方货币进行贸易结算啊。目前99.1%的支付都是用卢币和人民币的兑换来完成的。2024年年度的这个俄中双边贸易额更是达到了2450亿美元的历史峰值。日经中文网呢，在11月7号也报道说，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呢正在用低于市场2到3成的价格卖出了中国大陆，而这个中国大陆呢，一方面扩大从俄罗斯进口液化天然气，同时呢，对美国能源的进口现在已经降到0了，这代表说99.1%，这比例几乎就是100%了哈。所以陆老师怎么看卢币跟人民币互相的来进行兑换交易，代表说这个去美元化，我们之前也提到过的，是不是已经又更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怎么看？
的确，中国跟俄罗斯天然气，它以它的本币来做交易，就以人民币跟卢布来交易，它是符合几个它的策略性的考量。第一个，降低对美元的这个依赖，也避免被美国制裁啊。第二个，可以提升它的能源的安全性，两个人对于天然气的这个交易可以避免受到美国的这个影响，它的能源买卖是很安全的。第三个，它跟俄罗斯买的比较便宜，所以它的能源成本也降低。第四个更重要，强化它地缘政治的政治谈判筹码。所以美国川普跟普丁或者是跟习大大要求说，你是不是俄乌战争你能使点力，让俄罗斯不要再攻击？那我相信习近平不会答应他这个，因为这是中国希望俄罗斯在俄乌战场牵制美国，那俄罗斯希望中国在东南亚市场牵制美国，所以双方有一个这个战略性的一个考量，互相牵制美国的一个这个作用。所以以这样来看的话，他们以这个非美元人民币跟卢布交易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可以避免被美国制裁，降低对美国的依赖，降低成本，还可以提升它能源安全性。我想符合他所有的策略。摆脱依赖是重点哈。那另一方面是看到在能源的这部分的分散风险也是另外一个重点啊。所以如果是去美元化这部分，可能短期也许看不太到，但是摆脱能源上面的依赖，看起来是做到了。没错，因为我相信他直接跟俄罗斯买能源的话，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直接的，而且用这么便宜的价格，又可以用自己的本币来做交易，这是应该是最简单不过。尤其他让他的能源来源更多元化，要不然他跟美国买的话又贵，然后又要受制于美国，这对他来讲实在是划不来。礼拜本来传出美国总统川普呢要和俄罗斯总统普丁安排在布达佩斯要进行的双普会最后破局了。美方还批准了财政部长贝森制裁俄罗斯最大的2家石油公司像是这个俄罗斯石油还有路克石油但是普丁这边呢，一方面表示俄罗斯对于能源部门是充满信心的，并不会因为外部压力而改变立场。可是另一方面也看到俄方低调派出了投资与经济合作特使去访问美国。克里姆林宫这方面也表示说呢，跟川普之间就双普会呢并没有取消而是延期举行所以你可以看到是美俄双方现在都是软硬兼施，而且呢就是一副你猜到底会不会来见上一面呢，都保持着一个比较模糊的状态那相对来看，最近俄方也抛出了一个顿巴斯的议题，然后呢又出动了这个无人机去骚扰这个立陶宛也好像在测试美方的一个谈判底线左老师怎么看这些问题？好，我们先看到为什么美国会在这个时候展开这一波的这个制裁呢？这次制裁2个大的公司嘛，路克石油跟俄罗斯石油公司，因为我们看到一个背景是油价现在很低去年这个时候油价是75块美元一桶，现在是60块美元一桶。所以说，当然他就觉得说，那我现在如果制裁对全球也好，对美国也好，通膨影响是有限的。第二个，原来那个时候各国说不让这个海运，不让这个船只去运送俄罗斯石油的时候，他说可以运送的条件是说，它这个油价不能超过60块。现在全球油价就是60块所以俄罗斯它也没有吃亏因为本来是说你要低价出售我才可以接受，现在它没有低价。所以当然他就觉得，那我现在还是要加强制裁。就现在出手影响不大。对，其实有影响啦，因为涨了10%，马上应声涨了60块，涨到66块。可是相较于去年，还是有一段差距嘛。所以我想，一个是原来的这种所谓油价上限，已经已经油价低到那个油价上限了。第二个就是整体的油价现在来讲是偏低的。那当然，我认为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参议院马上开议之后，美国又要面临这个压力了，川普又要面临这个压力了，因为参议院很多共和党的议员是主张要加强对俄罗斯制裁，加强对购买俄罗斯石油公司的制裁。是，如果川普不想要制裁中国大陆，那就只有制裁俄罗斯那这2个他要想一想，谁有可能在经济上对美国报复？那可能还是中国大陆有可能所以与其制裁中国大陆，不如制裁俄罗斯。所以川普最近你也听到他的说法是说，对于双普会，他是说不要浪费时间嘛如果没什么进度或者说谈不出个什么结果的话 ，Ross 你怎么看呢？因为现在就是川普
在对普丁跟对泽连斯基这边，尤其对泽连斯基这边，不是传出来吗？说在白宫最近这一次的会面还发生了激烈争吵，直接把地图拿给你看，说就是在这个地方划线，然后呢，我们就是停在这个地方，要乌克兰割地求和但是一方面也看到他对于俄罗斯的态度也是出现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比较强硬那当然也说刚刚提到的说不要浪费时间跟普丁见面一定要有一些时效所以又加码这个祭出了制裁，你怎么去解读川普的逻辑？其实我觉得川普的想法没有太大的转变。第一，不愿意给乌克兰武器，这是他非常非常坚定的想法。欧洲要买美国武器送给乌克兰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美国就是在川普执政之下不会再送武器给乌克兰，尤其战俘是绝对 impossible， 对不对？第二，停火的协定，乌克兰必须要接受，目前将来部分国土继续由俄罗斯占领的。川普并没有说俄罗斯要撤出了，也不支持乌克兰发动大型的军事行动拿回国土，对不对？川普对这件事情想法是非常非常清楚，而且上礼拜泽连斯基去白宫的时候，川普就重复说了，你必须要接受，如果你真的要停火的话，那你必须要接受你这个国家部分领土继续由俄罗斯占领的。另外他虽然偶尔批评普丁，但是愿意继续跟普丁沟通，川普也没有拒绝。虽然他说目前取消，因为没有，好像是这次如果短期之内开会没有具体的等等的，但是他也没有拒绝，他没有说我不想跟这个人会谈，对他没说死完全没有还继续愿意跟普京沟通，不管是派美国特使过去，或欢迎俄罗斯特使来美国，甚至到时候再次跟普京见面一对一谈，OK， 他都没有排除了。所以其实他对这件事情的立场是相当一致的，没有太大的变化了。所以邱老师有没有可能 APEC 之后突然就来了一个大转变，飞到去跟普丁见面？我觉得现阶段应该比较不可能了，因为我觉得川普的立场一直都很明确，他从来没有改变过。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东西，其实是你也可以把它视为说，这是为了要达到最后目的的一些为了采取的谈判手段。对，那川普现在这个阶段就是对双方都冷处理，不论是对乌克兰还是对俄罗斯。但是我们必须要说，在川普真实最早原本的那个版本的想法里面，他还是认为要结束这场战争，只有他跟普丁达成交易。乌克兰并不是很重要的，因为最后掌握这场战争最后结束的那个关键，还是川普跟普丁达到一个交易。至于这个交易是什么，也许像川普现在所描述的，就是他提出来这些条件，那普丁也有他提出来的条件，但是大家必须要说，我们现在思维不能被这些眼前看到的条件绑住。你真实要去看到是，那这个和平有可能达成的是在什么状态底下？美国必须要想办法搞定欧洲，那俄罗斯必须要想办法搞定战场上面的发展。所以你看现在的过程当中，包括我现在提到的这个制裁尤其讲说石油的制裁因为最近像中国大陆的国营石油企业已经先暂停说采买这个俄罗斯的海运原油嘛。那当然，印度方面呢，最近也传出要大幅的减少他们石油的进口量，当然都跟现在我们提到的制裁是有关系的。那我要问的是说，可是从石油也好，或者说相关的一些经济制裁，单靠这些制裁就能够产生很大的影响吗？我想短期的制裁是短期间会有效果。不管是俄罗斯石油跟卢克石油两个加起来占俄罗斯石油的产量60%，那俄罗斯石油呢又占它出口呢大概将近2/3，所以这两家石油公司被制裁，在短期内一定会有一定的效果。尤其为什么中国突然暂停跟俄罗斯购买石油？因为他担心2级制裁，所以就制裁到第2级。那这时候我先暂时不要买，
对，这就是它的效用。那长期来讲，因为俄罗斯目前是全世界号称最能够回避制裁的国家，所以他们很会回避美国的制裁。但是川普上任以来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对俄罗斯制裁过，他只有对中国有贸易制裁，所以他也要让他国内的这个政治的有人知道，我也是会对俄罗斯制裁，也要让普丁知道，我不是都只是讲，我有做，你看我做给你看，我对你2家最大石油公司制裁会产生一定的吓阻效，但是长期以后，那因为俄罗斯会规避，那将来他们就会用私下的买卖啊，用租赁，用其他国家来做一个中间的交易商，然后回避用美元来交易的方式来回避这样的制裁。我想长期以后他们会这样去做，但是短期对这2家石油公司，还有跟这2家石油公司去买石油的买家来讲，一定会有一定的影响。这个时候，其实欧洲的态度也蛮令人玩味的哈。过去曾经有乌克兰女督军之称的这位国会议员叫做祖格拉雅，他在10月16号公开表示，他说哈尔科夫近郊的库皮扬斯克已经脱离了乌军的控制，俄军利用地下管道还有渗透的手段深入城内早就已经遍布了整座城市。现在战局非常严重，实际上呢，严重情况甚至超乎了这个乌克兰官方的说法。他也指出，乌军总参谋部在撒谎，并且警告，如果再不紧急处置的话呢，库皮扬斯克恐怕会完全落入俄军的控制之下。而哈尔科夫州政府也表示，这个安全情势不断在恶化，确实是如此也紧急下令库皮扬斯克周边40个村镇，一共有409个家庭要立即撤离。我要问的是说，库皮扬斯克如果真的不幸陷落的话，对于哈尔科夫战线会带来多大的冲击呢？肖兄。的确那以从这个哈尔科夫来讲，它本身北边其实就面对了整个那个俄罗斯大平原这个部分，再加上其实库皮扬斯克是它北边相对来说是一个还在艰苦据守的一个点，等于说今天这个地方是一个交通线的这样的枢纽。如果说今天这个地方如果陷落了，然后被俄军所顺利控制的话，等于说俄军就可以利用这边连接到哈尔科夫以及哈尔科夫周边城市的这些道路，扩大对这个哈尔科夫的这个包围圈。因为其实如果说今天哈尔科夫本身那个面临到俄军从东到北到西3面这样的包围的话，那这样的那个城市本身它所能够发挥的城市功能就会大幅的这个缩减，甚至于就是说因为哈尔科夫本身是目前等于算是那个乌克兰第2大城嘛，那你第2大城都已经被人兵临城下了，那这个时候对于基辅的这个统治那个当局来说的话，这绝对是一个一定要去解决的问题。但问题是对，非常严峻。但现在其实你可以看到那个乌克兰在前线的问题就是那个到处都缺乏兵员。因为其实毕竟就是说，俄罗斯它本身对乌克兰的这个作战，它其实还是想有一个外线优势，也就是说，我是对你任何一个城市或干嘛，我要进行发动攻击的时候，我可以选择时间攻击的时间跟地点。当然，其实你可以看到现在整个俄乌那个前线来说，变成类似有点像是第1次世界大战那种壕沟战双方那个绝壕固守，然后但是也运用到这些那个壕沟，甚至于地下管道对对方进行渗透，而且俄罗斯在这方面其实还蛮拿手的，他们透过这种水道战，然后那个部队从那个那个原本各种的这样的管道或地下这种通道，然后呢进到那个都市区的中心地带，然后对乌军发动攻击。等于说乌军我一方面要看住我的前面，不要让俄军冲过来，但是结果俄军就从我这些地下管道爬到我的后面，然后从后面来打我，变成说他有这种腹背受敌的这样的情况。再加上其实乌克兰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已经进行了3年多的这个俄乌冲突，让他在人力上有非常吃紧的这样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你这些部队在前线作战那个新兵跟老兵数量快速的这样一个锐减，但是你要防守的这个区域又那么长那么大，那这时候往往面临到这个贝多利分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俄军他其实虽然说的确，俄军在这3年这个战斗中也损失了非常多人，但是他可以透过不断的那个扩大征兵的这样的方式呢，然后增加他这样的兵源，然后毕竟打仗的这个本体还是人。虽然说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无人机或是自杀无人机或是 FPV 无人机在俄乌前线中拥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那个优势，或者说是那个能够载至战场这样一个部分，但是你还是关键要有人才能够让这些武器发挥作用。那这个时候对于乌克兰来讲，缺乏人力，缺乏这个弹药，甚至于缺乏这个先进武器，像他最近这个泽伦斯基又跟川普说，拜托你给我这个战斧巡弋飞弹，但是这个战斧巡弋飞弹川普就说，不对，我本来说要给你，但是不对啊，我如果真的给你这个射程太长这个飞弹又有这个地貌追演能力，那让俄罗斯跳起来，那俄罗斯如果又要说我跟你签的这个合约，因为你那个提供了这个，我就不算数了，我不认账了，那这对美国来说是很头痛的。对，你听到这个，其实
泽伦斯基也好，或乌军也好，其实都很期待哈，说给我战斧吧。尤其听到川普给我那个，对，川普提到说，我们不排除可以考虑要提供战斧给乌克兰。那乌军可能就想说，如果有了战斧之后，真的可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来击败俄军哈。可是呢，却不是这样嘛。好，那这个因为俄方不只是在战场上面，在军事方面。他们有出击，而且是有得到一些不错的成果，外交上也是哈。我们就看到了最近俄罗斯总统普丁呢，最近呢就主动在10月15号这一天，他直接主动打电话给川普，跟川普通完话之后，川普说呢，他计划在2周内再跟普丁在匈牙利见面，讨论如何结束俄乌战争，而且他就暗示他说美方并不会很快决定要不要援助乌克兰战斧飞弹。另外一方面，也看到叙利亚的临时总统夏拉，他在15号也首度访问了俄罗斯，他宣布同意俄军可以继续使用地中海沿岸的这个军港，叫塔尔图斯，还有位在赫梅明的空军基地。好，拉回来看，普丁真的很了解川普哈，真的懂得怎么样去按捺川普。当川普说我要不排除考虑给乌克兰战斧飞弹的时候，马上出手打电话给川普，一打，川普就立刻改口。我们其实可以去看到的是说，我们讲川普好像是谈判高手嘛，他之前这个商人出身的啦，很会这个拉高谈判筹码。可是我们要注意的是，普丁他也不是省油的灯。我们从这样子一个互动来看的话，可以真的去看到普丁不愧是过去这个 KGB 的高手，他也懂的是说，当你在提高谈判筹码的时候，那我这时候打一个电话给你，因为他也知道。川普他过去一直，甚至川普在上来之前，他最想要的就是俄乌停战。我们看他一开始不是跟泽伦斯基，然后跟普丁等等这一些，而且现在感觉中东好像有一点和平曙光出来了。那中东结束了，是不是下一个就是欧洲这边要赶快停火呢？今天普丁他又抓住了这一个机会。来去跟川普进行更多的谈判，而且这次主动打电话之前，记不记得吗？在川普没有拿到诺贝尔和平奖，对，马上出来开记者会说，你们这样子对川普太不公平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他抓到的是川普现在需要的东西，这时候给他一些温暖，是不是温暖不知道，但是给他一个机会，对，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感觉这一块我又有可以去做一点文章，用这个机会，用这种谈判的方式去跟美国打交道。那另外的话，我自己会认为啦，现在对普丁来讲，他现在看的已经不是在这一个在俄乌的这个战场而已了，他开始就要去想的是战后的世界。这是什么？就是我们想看第2次世界大战，2战最后快要结束的时候，不管是什么雅尔达密约啦，什么各式各样的那一种国际的谈判，为的就是说战争结束之后，我要为我的一个国家利益开始布局了。这个布局的话，今天我们就看到地缘战略。所以为什么今天的普丁他跟这一个叙利亚这一边这个海空军这2个基地嘛，这2个基地之前说，好像俄罗斯有一点保不住了，保不住的话，它会造成说它在这一个地中海跟非洲这一边的一个地缘战略的一个势力会大幅的下降。可是他今天如果可以去保持住这些机会的话，保持住它的一个运作的话，先不说实际有什么样的一个兵力投射啦，但至少他就在那边有一个点。有一个哨，有一个基地在这里，代表的是俄罗斯未来在这个世界上面的影响力。在于说，它跟这些除了在欧洲大陆之外，在其他地方，它是不是可以去跟美国，甚至是中国一较长短？因为我们在想的是那时候在这个非洲这边的一些战火嘛，叙利亚这边的一些攻击行动，很多是从这个基地去起飞去攻击的啊。对，所以如果说今天的话，在非洲那么多一个重要的资源，或者是在非洲大陆的一些相关的盟邦、一些国际上面的互动的话，对于俄罗斯来讲，他也会看到。战后它持续要在这里有影响力的话，这2个基地会是个关键。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在看的，已经不会是只有在俄乌战场上的武器跟那个打仗的结果、行军走马之外，我们也要看到地缘战略的布局。这普丁真的也是老谋深算哈，就像您刚刚提到说，他已经在为战后来做盘算了哈，要先像下棋一样，我先下在这2个点的话。在战后之后呢，对我来讲，我起码能够提升威慑的效果哈。那当然，川普现在对这个俄乌的战争呢，他也特别从不管说军事上说要提供战斧给乌克兰，另外经济上大家还记得吗？他说这个印度方面呢不买俄罗斯的石油了，可是马上就被印度打脸哈。这印度的这个外交部门就说没有这回事情哈。所以其实现在这件事情被否认，经济上也看到俄罗斯呢最近跟东协
这些国家展开合作啊，他们不但是协助印尼建立核电厂，还要提供印尼在深水天然气这些相关的油田来进行勘看。那包括液化技术方面要进行产业升级，还有就是跟越南的国营石油公司在南海进行能源合作，来共同开采油气。美联社甚至爆料说，河内跟莫斯科之间存在了一种叫以油换武的秘密机制，要透过合资能源计划的利润间接来支付军购的贷款啊。所以这整个背后的经济战略，尤其是从俄罗斯跟东协国家积极展开合作，这个怎么看？就延续刚才林老师讲的，就是说大国战略是非常精准的。第一个就是说，俄罗斯是世界最大的国家，可是它在欧洲大陆并没有受到一样的尊敬哈，而它在东南亚并没有一个殖民的黑历史。是，那个东协就像印度一样，基本上就是尽量不结盟，然后朋友的朋友是朋友，敌人的朋友，对不起，敌人的敌人还是朋友，敌人的朋友也是朋友，所以朋友多多，敌人少少。那全球暖化里头，俄罗斯是最大的受益者，那东南亚是最大的受害者。那我们看到这个蛮有趣的，就是说以前中美经济是互补，那中国是买原料商品出去，然后它不卖武器的。可是在这个新冷战一个时代以后，在这个中美的 Great Decoupling 下头，俄罗斯将来可能是全球一个很大的原料跟军工的出口国，跟美国在做这个分庭抗礼。那至于印尼，它的这个natural gas 只有俄罗斯的1/10嘛，好，那越南只有1%，所以基本上来说并不成气候。但是俄罗斯后面可能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战略哈，就是说它将来每一个国家都要为它的 national security， 它要去保护到，所以它将来会有一个从北极海、东海、黄海到这个马六甲、印度洋、黑海，它自己可以制成一个系统，所以这个是它最大一个战略。好，所以其实听完了3位老师的分析啊，我就发现说，其实现在我们看到整个国际的战略大局啊，这一盘大棋其实已经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光是战场的现况，而是很多的包括普丁在内的这些领导人已经在思考的是战后要如何来规划。马上回来，现在就来看到在红军城啊，最近成了这个各国关注的焦点，因为俄罗斯的夏季攻势现在已经算是接近尾声了。你看，现在我们都进入到秋天了，但现在呢，马上要看到的就是冬天的来临。好，乌军呢是成功守住了红军城啊，而且这一次呢，真的是被国际上在讨论的是呢，俄军是乌军的4倍之多的兵力，但是乌军还是把红军城给守住了。那么乌军的第25空降旅的副指挥官就表示说呢，今年的战斗非常激烈，乌军跟俄军呢是平分秋色啊，他们从地上打到天上。俄罗斯当然继续的加强兵力，那么也重新部署了第1487摩托化步兵团，发动一轮的进攻。那目前呢，在红军城这个战线这边呢，总共有16万俄军对上4万乌军啊，所以说是4倍之多。但乌克兰呢，靠着无人机战力呢，建筑出了一个3道战术防线，成功的守住了俄军的进攻啊。文佳老师，您觉得啊，因为我们其实一直在讨论红军城啊，也特别提到之前有讲到说红军城是一个很重要的枢纽，为什么4倍之多的兵力攻不下来？其实这可以显得出啊，这个兵力多并不代表一定会胜啊，因为包括几个层面，当然是后勤，还有情报，我们这样讲情报，还有精确火力跟它的这个防守的纵深哦，是一个决战的这个关键哦。是。那所谓的是我们讲这个补给跟这个后勤的脆弱，因为毕竟呢，这个打了这么久啊，你看这个乌克兰啊，有60万平方公里哦，跟台湾的16倍，你看这么大的地方。然后这兵力撒出去根本看不到人，所以我想说这个也是等于说哦，这个地方大也是这个乌克兰它的一个优势哦。那而且你看它远的话，它后级补给就比较脆弱哦，比较脆弱。第二个呢是因为乌军本身呢，它就是土生土长，它是和地形地貌跟地物，所以你有时候你要去像比如说小偷为什么去人家家比较难偷？因为呢，他不知道地形嘛，一定要去勘察的道理是这样，但是他却没有去先去勘察，因为他们已经这个重兵部署了嘛，哈。然后第三个呢，其实他的这个我觉得16万部队呢，其实他如果大兵团直接的正面攻击呢，反而呢是会被防守方集中跟破坏啊。所以我们看呢，以前我们记得这个那时候中日战争哦，就提到的为什么最后日本本来3月防华，为什么没有防华？因为呢，他也想要鲸吞。
那没有鲸吞的，因为地方太大。对，所以呢，他如果这次用这么大的一个部队去那恐怕也会被一下就被搞掉，因为呢，毕竟人家你来，然后正面这伏击啊这些东西，造成呢你是很难去赢的。那当然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乌克兰呢，他也用无人机他来这个构筑这个战略的防线跟抵抗攻势那当然无人机我们知道它又可以这个侦察，又可以做情报的一个部署。第二个呢，它可以协调火力打击，因为通过无人机呢来做一个协调打击。第三个呢是它的纵深的一个布置跟消耗。你看无人机来，它会消耗整个它的这个俄罗斯的一个正规部队。是。那你刚刚讲的一个分层的一个防线设计其实这次乌军他用3层的防御设计，就是说不是靠一道的这个主力防线了，而是由一层一层的一个这个重层部署，这样子每一层都有自主的抵抗跟防守能力。如果你这个俄罗斯你打了一层，另外一层它又继续面对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能够用这几个部署呢来达到。利用它的这个强力的一个这个纵深防御，还有包括配合无人机，所以呢这一场战你哪怕有16万，你也很难去打败4万的一个乌军的一个局面。我光是想那个画面就觉得很震惊哈，就是16万对上4万这个4倍之多的兵力。那刚刚这个文甲老师的分析就是，你会觉得说好像是说原来红军城它并不是一个易守难攻，而是因为乌军的战术上或是战略上面奏效了，这个部分才使得他能够以寡去击众金哥又怎么看呢？我觉得这个始终这个战争的变数很多，那数量呢，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但是呢，你说兵力数量多，你的后勤的压力也很重，这是相对的，所以没有1、2、3不肥，4、5、6通吃的。对，所以你都要权衡，看你就是说你有足够的兵力来做这个。而且你看这个俄罗斯最近不是前一阵子也开始又要一度征兵了哈，那现在呢，为了要在战场上面呢扭转这个局势，所以呢现在也开始强化寻求外援好，这个资料上面是这样的说乌克兰的军事媒体Defense Express 他们就爆出说，俄罗斯的防空部队呢开始配备了中国大陆浙江繁双科技所生产的一个民用雷达它的代号是 FSTH LD02，那另外一个是 LD03这个系统。好，LD03的这个系统呢是采用数位天线阵列。那么使用的是机械方位扫描，它能够侦测到雷达截面积0.01平方公尺的目标，最大的探测距离可以达到15公里它的距离误差是10公尺，其实是非常精准的。好，那这个 LD02的原理是相似的那它的距离误差更是小，它只有5公尺。所以说，靖哥，我继续请教您那您觉得这个俄罗斯现在被报道说用中方的雷达技术，那能够去反制。刚刚特别提到，最近俄乌双方都是在 PK 自己的无人机对于这个在反制上或攻击上来讲，它能够带来多大的帮助呢？首先，我必须要讲这个我必须要批评这个乌克兰。乌克兰就跟一个疯狗一样，到处乱咬。有任何人什么科技产品卖给这个俄罗斯的，他就到处去扣帽子。是，大家要搞清楚，这个浙江繁双科技基本上是中国大陆的国家级的高级企业，而且它也是保密企业。它主要的合作对象是跟反恐有关的。你去看看它的这个外文网站，它有英文、法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跟荷兰文，它的产品全世界在卖，而且呢，它的东西是没有列在这个输出管制的清单，而且这个东西也不是在军民两用科技的管制清单。对，因为它是保护什么？保护很多重要的历史古迹，怕被这个就是说低空的这个说宵巧入侵。保护某些这个就是像那个核能电厂是火力发电厂这些安全设施，所以它是反恐的利器所以呢，现在这个俄罗斯这个简直是它是反恐保安，等于说到处乱咬。我可以跟各位讲乌克兰人其实是一个讲话真的是非常不负责的国家。他曾经指控我们说是卖那个 PC 电脑。卖到俄罗斯如何如何？当年我在这个德国波昂大学开会，碰到一个乌克兰老兄，他就在那边信誓旦旦，好像我们犯了多大的罪恶。我回头问他，瓦良格是谁卖给中共的？野牛级7人团是谁卖给中共的？
我说你先道歉，我再道歉。他有道歉吗？他没有，他在那边自国言他，我连问他12次，对，最后论到大家都跟他讲，你赶快回答，你赶快回答。我就跟你讲，这个民族之无耻啊，跟下三滥，这是本民族的传统。现在等于是这么乱扣，这个双帆科技大家可以去看的，那是公开资料嘛。他有没有是输出管制，对不对？他没有输出管制。我可以跟这边坦言，就是说未来中国大陆有哪些武器还会卖？我可以跟你讲，没有，只要在管制清单的都不会卖。但是呢，这个民用科技可以用在战场上，那太多了啊。步枪可能那个枪口会进沙尘买了一个保险套把它套上去那你要指控他保险套都不可以卖这个乌克兰吗？都不可以卖俄罗斯吗？所以我们今天做这个事情真的是要讲道理才对。没错，因为顺着这个逻辑的话，其实就会看到有张冠李戴之嫌而且你有这个切身的这是无限上纲啊！现在对，所以。现在也就看到说，因为像您刚刚提到嘛，因为在战场上面，其实他们就是像最近这个报道不是也讲说，拆开来之后呢，还特别指控连台湾都在内说这个无人机里面零件还有台湾的。OK， 那根据《富比士》杂志的报道说，因为乌克兰他们又对外表示说呢，现在在乌俄的战场上面呢，除了俄罗斯的军队，在俄罗斯军队里面还看到了除了北韩以外呢，还有多达25000名的古巴人，很快就可能会加入俄罗斯军队，变成俄军的外籍佣兵那古巴呢，也因此会取代北韩，成为俄军阵中最多人数外籍士兵的国家。英国电讯报就分析说呢，克里姆林宫另外也正在从非洲啦、拉丁美洲还有中亚来招募或者胁迫外籍人士来填补兵力上的空缺。那这些外籍士兵象征的恐怕不是只是单纯从人力来看也代表了俄罗斯、北韩、伊朗、委内瑞拉跟古巴要组成一个日益增长的军事联盟，让他们彼此可以共同的交换武器、技术，更重要的是实战经验。好，那黄老师您怎么看因为这个言之凿凿，《每日电讯报》不过我们常也看到他们的报道就是如此嘛3个层面来讲，第一个刚刚主持人也提到实战经验，北韩当初要派兵去支援俄罗斯的时候，我跟一些朋友交换意见，外国的朋友，他特别提醒我，就是说在以色列跟埃及作战的时候，北韩的空军也有去支援过埃及。是，那它背后有一个逻辑，就是说，因为它是久训不战，因为韩战打完了以后，南北韩都没有真正的交锋，所以那个部队训练两边的部队都没有实战经验，所以北韩部队因为其实他也不在乎国际的形象，所以有一部分的背景是因为他想要借由别人的战争去训练自己的部队，这是一个。第二个层次的就是这次报道出来的说是什么25000人那古巴。那它的性质跟北韩派军，我觉得是不一样的。那反而古巴这种，再加上一大堆其他国家的名字，我们可以上纲到说分析，会有一个这个 axis of upheavals 动乱者轴心要开始背靠背变成一个同盟。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大家赚钱有只要有打仗，就有杀头的生意有人做，然后呢，所以找佣兵的几率你25000古巴，我不相信。但是你去说招募去找一堆这个不怕死的或想赚钱的人，去帮俄罗斯打仗，这个反而是有可能。那第3个层次，古巴政府现在自己也没有承认那所以这个新闻报道，那乌克兰也放话，那乌克兰也讲话有没有信用？刚刚我们张老师也说了，所以我觉得，反倒是如果以台湾的观众来讲的话，我觉得反倒是要看俄罗斯自己的躲避兵役跟逃兵的问题。乌克兰不也有一个国际军团吗？对不对？是啊，你知道大哥不要说二哥，都是差不多。只是看看别人，想想自己。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